好，那今天给大伙看一下啊，这个封面大伙熟悉了啊。今天是来自于这个陈国汉解说啊，平台 ID 是小猫猫，和他的小伙伴啊，给大伙带来了这么一个热血格斗啊，这个游戏牛逼了。那这个游戏可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，这个游戏可是小的时候啊，这个怎么说呢啊，就是很多小伙伴求而不得的这么一个游戏啊。什么叫求而不得呢？就谁家有这个。谁家要是有这个游戏啊，那可真的是太有钱了，就感觉好像就是富二代，甚至是富六代啊，就祖上有矿那种啊，才能有这个游戏。当然呢，大家伙都知道啊，可以给自己这个什么又设定好这个名字啊，又什么什么码的。小的时候感觉这个起这个名字说有啥用啊？就说实在话，如果你把这个码调好了之后。啊，你的属性是不一样的啊，有的是什么拳快，有的脚快，有的兜快，有的这个猛那个猛啊，就是反正总之有这个啊六边形战士什么的，反正就是干啊，就能晓得吧啊，能晓得吧啊。好，不扯这个事儿啊，那今天给大伙儿看一下啊，来自于这个两个小伙伴给大伙儿合体制作的这个游戏。这个游戏呢，前期呢咱们选一选，就整个热血系列啊，大家伙儿都记住啊，整个的这个热血系列呢，其实都是可以有这种类型效果。那热血格斗啊，其实小的时候，整个热血系列，我认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气最高的游戏是热血足球，然后是热血格斗。然后这个热血物语、热血篮球、热血什么曲棍球什么乱码七糟的啊，900多种啊，什么热血硬派啊，对吧？等等。其实呢，为什么说足球牛呢啊？因为我小的时候吧，这个我跟大家伙讲，我小的时候呢，就是尽管玩 FC 游戏，那个时候呢是对吧？90年代中期到末期之间，但是尽管这样，我还是玩的比较晚。而那个时候咱们中国足球啊，你知道。对吧？被号称为近代足球史最强的一年是哪一年啊？很多人说是进世界杯那一年是巅峰。其实严格来讲啊，根据数据评分，应该是对吧？98世界杯的那一年啊，当然咱们没进世界杯而已。那02年是进世界杯了啊，咱们也挺强啊。那个时候呢，正好是小狼的这个时代啊。那个时候虽然说我也玩街机了，但是呢，我一直想有一个对吧热血的这么一个这个带啊，大家伙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啊。好，那这个主线剧情呢，就是啊，这个咱们不多说啊，这个你可以 DIY 人物，然后咱们直接通关就可以。那这个游戏呢，个人感觉并不像大伙想象中的那么难啊。总体来讲呢，无论是技能还是说什么的啊，咱们这个你看玩的是日版，然后呢都是对吧？这个快拳快腿的，打到最后呢，就都是热血主线那个人物啊，咱们是阿力和国夫。这正常主线人物是这个，然后你再往后呢，有什么那些就是《热血物语》里面的一些人，大伙知道吧啊，包括那两个小老虎，在《热血物》里面也有出现的啊。好的，感谢怀旧哥的9手大金卡，2手大飞机，支持我了啊！这刚开播，这怀旧哥直接就来，而且还坠了啊，而且3星没过啊，3星没过，那个3星那个还差7个人头。啊，这个怎么叫过了啊？7个人头嘛啊，7个人头啊，没毛病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整体来讲呢，这个游戏后面啊打那个小老虎的那个地方呢，这个之前呢会无限打，有的时候对吧？这个反正打小崽子可能看起来没有大伙想象中那么难。你像这个地图特别有意思啊，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店，然后还有什么地雷什么的。啊，你可以包括什么传送带什么各种不控制啊。咱们这个呢，你看全程就是咔咔腿，这一个是左正蹬，一个是右边腿啊。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确实是腿功比较厉害。然后咱们这个玩法呢，基本上啊，如果要是说玩赖的话啊，这个咱们那时候我之前解说过一次，如果是玩赖的话，都是怎么玩啊？就是两个人之间啊，你可以1控2，然后呢两个人抱在一起，然后练必杀。那个玩法呢，确实是赖啊！我跟大家伙说一下，那个玩法确实赖。但是呢，这个如果那么玩的话，也确实是有点这个丧失这个乐趣了啊！我感觉是有点丧失乐趣了啊，所以说能理解啊，能理解。宝箱有毒是吗？今天坠了很满足，怀旧哥这个让我生坠啊！好，兄弟们还差6个人头啊，6个人头。
好，可以看到这个，哎呦，传送带。有的时候啊，这个游戏大伙玩游戏不要太莽啊，不要太莽。这个，而且咱们也是可以升级的啊。同时呢，这个跟大家伙讲这个秘籍就是什么呢啊？知不知道这都是小事儿，主要就是基本上知道几个点。比如说你打的过程当中，你比如说你有这个，比如说团身，然后前撞啊，就铁山靠啊，而且把人打倒了之后，可以把人捡起来扔，你可以把它扔到雷上，或者像刚才那样扔到电网上，也可以再去捡。总体来讲呢，这你看它落地啊，时间非常慢，而且可以追地。这总体来讲就是比较赖。但是如果你一直玩赖的话呢，你看，哎，再摔，对吧？它就可以瞬间起身，类似于像《三国战记》那个三追，对吧？你追完了之后啊，这个对吧？你追完了之后呢，它就快速起身啊。但是呢，事实上也就那么回事啊。咱们也有可能会被这个电脑一顿打的啊，但是意义不大啊。这个地图呢，咱们可以传送过来，你看，从那个洞里进去，直接就是一个类似于像魂斗罗这种啊跳跃，然后从那个洞里面直接跳出来，类似于像儿童城堡的这种地图啊。地图倒也没啥。这个游戏呢，其实在剧情方面上就没什么说的了啊。你看还有蘑菇。这个游戏在剧情方面上呢，为什么说没什么说的呢？就总体来讲呢，就是打，对吧？一个纯粹的一个格斗，它是可以让咱们 FC 平台上实现4个人联机的游戏。你4个人可以同时操作，对吧？其实个人感觉，你像那个什么也一样啊，你像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叫悠悠白书啊，也确实挺好的。你像那个悠悠白书啊，也是可以的啊。啊，又要圈 A 路飞了，怀旧哥啊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有这个组队赛啊，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晋级这个对吧？晋级路线图。其实你把这个当成格斗游戏玩啊，就没有任何问题啊。就是什么游戏它都带有一定的无厘头或者说是违规的。热血足球可以对吧？可以打这个打架，对吧？你虽然说不能直接打，但是你间接通过技能是可以打人的，可以对吧？暴力抢球，你也可以你就真的是可以趁守门员不注意，守门员还没发射出去，你就直接把守门员球抢过来，然后直接射门，对吧？哎，就非常赖，而且各种有意思的啊，比如说你可以举着自己的队友，你也可以踩着球，甚至你可以踩着球还举着自己的队友啊，等等，还有一些恶劣天气呀，发射必杀等等。热血篮球呢就更有意思了啊，不仅咱们可以射超远的3分球，而且你可以往天上扔啊。它这个篮筐从上到下有好几个，你对吧？你每进一个，它算一个加分。对吧？你所有的框都进了，都算加分。最赖的就是你把自己的那个篮筐啊，自己的篮筐给打下来，你这个篮板上没有篮筐的，别人进不了分啊，对吧？你把拿篮筐打下来，然后自己去砸人啊。总体来讲就是好赖啊，非常的赖啊。小的时候家里有矿才会玩这个游戏，哎，无独有偶啊，这是我哥们儿。啊，传说中我这个叫，就是我小伙伴，他住我家邻居，他住我家房后，我们住的是平房啊，大伙知道吧？他住我那个房后，他住房后呢就非常有意思了。他呢没什么别的爱好，小的时候呢就是爱好这个。你像你比如说，谁都喜欢玩个这个呲水枪啊，什么那个什么变形金刚什么的啊，哎，人家不的，对吧？就是好玩个游戏机，而且我那个哥们儿啊，他从小玩游戏机呢，他就有点天赋，就基本上像这个 FC 这种游戏啊，他都能通关啊，随随便便就能通关啊，玩着就会玩，所以说我觉得是真挺好的，这挺厉害，哎，然后呢，他家里人呢就是说啊，就是比较放养，就是你该学习，也不指望你说你考全班第几，但是呢，你不要考0分啊，不要给我考什么60分以下，对吧？我们做父母的，他就是我那个就是老实本分，他父母没什么文化，可能是文化水平，这个不是特别高，自己也教导不了，对吧？他说希望交给老师，但是孩子呢该玩，什么样的年龄呢就干什么事儿，但是呢就是谈不上宠啊，也谈不上溺爱，因为家里确实不像你说的有矿。我这个哥们儿他家是怎么说呢啊？就是父母是手艺人，不是做生意啊，他是手艺。他有手艺，他赚的钱呢是类似于像个体户那种啊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2个小老虎，这2个小老虎呢，每次上来都要逼2句啊。大
概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听说啊这个小组赛啊有几个人感觉自己很屌的样子啊，但是呢我认为他们还不够强壮啊，咱们先不用出手啊等等，对吧？就类似于像玩那个咱们中国台湾的那个傲剑狂刀，对吧？你这个就是每次你过了几关之后，就有一个幕后黑手啊就开始说了，哎，对吧？这几个人不错啊，比如说什么龙吟风啊、独孤残啊，不错啊，这两个人不错。不过呢啊，还没有到值得我们出手的时候啊，就这种感觉，反正就是装逼，对吧？就是你也知道啊，真正如果说跟就高手操作，真正厮打起来啊，这个角色也就比这些普通人物强不到哪去，能理解我的意思吧？啊，你看我又无中生有了，根本没有无中生有啊！而且我跟大家伙讲啊，这个我那个哥们儿啊，他家就是有这个热血足球、热血篮球啊、热血物语，然后呢还有这个包括什么快打旋风、忍者神龟系列啊、双截龙2、双截龙3啊，这都正常都有啊。再有最狠的就是我跟大家伙说啊，就是他除了有一个他没有，叫什么呢？叫三木童子。哎，他什么？你包括你像他什么圣灵传说呀，是吧？这都有，这都是圣灵传说，这都是神级游戏了，相当于啊，就是 FC 游戏当中的天花板了，属于是啊，就是在某种类型上。当然，这个热血系列呢，它就有，全系列谈不上，但是热门的几个都有。然后呢，每次让我去玩的时候，他就选那个小辫儿啊，他选那个小辫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热血足球里有个小辫儿。那个小辫儿呢，跳起来练超必杀，他可以把那个足球踢成飞镖，然后一个幻影，飞镖直接奔球门而去，啪就把这个守门员加那个后面那个球网直接打碎乎了啊！看起来很牛逼啊，但其实啊就是不赖啊。热血足球有900多种赖的方法，当然呢，热血足球呢还有2代，不过很可惜，小的时候没玩过啊，没有玩过。而且啊，这个热血系列呢，虽然说是。对吧？玩起来很牛逼，但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很难受，就是有小时候啊，实在是看不懂文字啊，这个日文，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咱们实在是不太懂啊，只能说是猜个大概啊，是猜个大概。后来呢，有很多中文版确实是挺好的，要不然真的是看不懂啊。好。说起来，这个热血和双截龙是一个公司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最狠的是啥？就是你们玩街机版的变身忍者，对吧？街机版的变身忍者，哎，这个其中也有热血足球的啊，对吧？也是这个热血系列的啊，这个星啊，一个星，它还有那个主角叫啥？啊，一个是阿力啊，一个是那叫什么？国夫是吧？啊，非常赖啊！阿力太狠了啊！好，你看这些地图呢，来回就开始转。哎，你看电脑会练必杀了，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的组合必杀啊，1控2你也可以练的。组合必杀挺有意思啊，就是说我只能说不是挺有意思，只能说赖。小的时候吧，没有配合，我哥们就会这招，他让我配合，就是你往那一放，然后站着不动啊，就是这样的啊。用电池存进度的卡带，因为玩那个就是小的时候那个类似于像 FC 的 RPG 游戏啊，那太狠了啊！当然我觉得最狠的就是我跟你们讲啊，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玩过什么游戏呢？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玩过这个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塞尔达系列，我不知道大家伙们玩没玩过啊？就塞尔达系列，据说是游戏界的天花板，是吗？啊，还有叫什么老滚舞啊，叫上古卷轴，是不是啊？还是啥的？然后再就是一个游戏叫大表哥啊，大表哥是不是就是那个荒野大嫖客呀？我不太懂啊。好，这个胶囊是什么鬼啊？啊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2P 已经梗了，这个游戏叙事倒没什么啊。其实这个玩法就比较正常的玩法。要真想玩赖的话啊，你们懂的啊，真想玩赖那就随随便便一个刺儿，哎，扎回来。哎呀，这个刺儿还能往回弹，这个设定是真的狠啊！
好，直接弹死。其实最后啊，玩这个游戏呢，它也不是那么夸张。你看9集，它故事情节啊就比较单一，所以我觉得热血格斗呢，真的适合就是2个小伙伴真正去玩。像这种游戏啊，你解说它是没有玩有意思的，因为它并不是特别难。有的游戏呢是你看别人玩，对吧？你看别人玩，然后有意思，因为啥呢？你看，因为那种游戏吧，它太难了啊，咱们俗称咱们这种小逼崽子啊，咱们玩不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但是呢，对吧？有一些游戏你只有玩才有乐趣啊，对吧？学一些基本套路就可以干了啊，懂我意思吧？啊，好。当然，我想说热血系列的啊，热血系列的这个音乐是真好。好，直接一个雷。你看啊，它基本上就属于什么呢？就是 CPU， 这个叫 CPU 是狠啊。然后呢，电脑嘛，啊，再打一个 AI。然后个人感觉呢，你会发现这个血管这个设定啊，真的啊，你说满管2管血，直接把血管整满。这个游戏如果要说真是玩赖的话啊，其实咱们现在已经奔着通关使劲了，很快打得很快，就是双人，就像刚才那2个电脑，对吧？合到一起团成一个球，然后咣咣把2个人一打，然后对吧还没起身，直接再转，哎，就一顿转啊，就不给你嘻嘻哈哈的，就是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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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来看看，哎，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地图啊，这有点这个玛雅的气质的啊，有点玛雅的气质的，你看有点像水上乐园啊，一直往下滑，像这个其实跟传送带没什么区别，然后中间有个刺儿，其实利用地图的这个优势是可以打的啊。这个游戏对于一些比如说像咱们对吧，瓦郎这样的小菜逼来讲呢，真说就是让你学，你也未必能学得会啊，就是说得慢慢玩。但是呢，你只要有一个小赖招，对吧？你学会了，哎，就是一招鲜吃遍天啊，就比较简单。说最后打那个小老虎还稍微有点难啊。塞尔达我玩过绿帽子，那个绿帽子那个名字，绿帽子的那个名字叫林克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叫林克。说起来绿帽子为什么不是那个谁呀？为什么不是那个路易斯？就是路易啊，就是那个马里奥的弟弟啊，路易，太狠了。小时候管这张图叫西双版纳，那是真的是国土化了，属于是啊，这属于国土化了。你看那上面那个狮子头往下那个吐那个瀑布啊，如果你们现实中我就见过这种，就是我去那个哪儿嘛，我去那个欢乐谷吧，我去那个北京欢乐谷，我跟我哥们去玩啊，就特别逗，就有这么一个地方啊，叫玛雅一个乐园，里面有几个项目，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大狮子，还不是一个啥的啊，就得往下吐口水啊，就是不是狮子啊，就是不是一个原始人，他嘴里面往下流瀑布。然后呢，我们远距离那时候还拿手机拍照啊，我记得那时候是2010年，然后拿手机拍照啊，我哥们怎么拍？让我远处对着拍，然后他就拿嘴就感觉好像那个水是直接流到他嘴里似的啊，特别逗啊。好，又是到了每个季度的小老虎吹牛逼的日子啊。好，你看，反正，哎，他们还不够强壮啊！我想说，他们还不够强壮，对吧？谁给你的脸啊？他们不够强壮啊！说实在的啊，这个游戏，如果说你看这个地图啊，这个老虎的那个就是那个地图，包括咱们最后打的时候也是要跟他在一块儿。他们最后真正出场的时候吧，说句实在话，就是如果作为解说，我贼想快进。为什么要快进呢？因为确实是好嘚儿啊，这个你不快进的话，他可能嘣嘣没完啊。好，当然在这里呢，跟大家伙讲，你看这个声音啊，就是不是这个声音去了，这个背景音乐真的特别好。热血系列之所以成功，不仅仅是它的游戏质量啊，各方面的质量，在对吧画龙点睛的这个
配乐方面上更是做到了，对吧？这个天花板的级别。我基本上是有热血系列全系列的背景音乐的啊，就是存起来的，大家伙也可以随便搜啊，你在这个 B 站上在哪儿都可以随便搜啊。说实在话啊 ，FC 音乐呢真的是童年的记忆。像这个巴比特的音乐，你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啊，就是他用了最朴素、最简洁的这种方式，然后呢演绎出了让人对吧最有感觉的这种音乐。没有这个音乐啊，说实话啊，这个小的时候我记得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小的时候呢，玩这个游戏机，我去我爷爷家，我爷爷家隔壁呢，他就有游戏机，但是他没有电视，他没有彩电啊，没有那个29寸的黑白大彩电，他有个黑白的，对吧？黑白的小电视啊，黑白的小电视。这个黑白的小电视是什么情况呢？啊，就是那本身色彩就是有点问题，它就是黑白的嘛，对吧？啊，虽然说也不耽误玩，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呢，它没有声音，它喇叭坏了。哎呀，就是我就不愿意玩。我说他家卡带还挺多，但是我就不愿意玩。我说宁愿我不玩啊，我就没有这个音乐，没有音效啊，没有彩色，哎呀，好无聊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矛盾文学嘛啊，黑白大彩电，老郭说嘛啊，送你一个纯金的小铜佛，哎。这个太狠了，好，反正一会儿啊，一会儿那小老虎就出来了啊。其实呢，咱们陪着高手去看这个游戏，他俩呢，他俩就是随便玩，你看他俩什么赖招都没有用，对吧？真正的是享受乐趣的玩法，你看举着过来一个扔到那个垫上，对吧？你这样的话呢，它站起来就非常慢。如果你要是一直举，只是扔到地下，然后再举再扔到地下，它就会站得非常快。你看这个玩法，你说赖不赖？就是非常赖的啊！再摔2下必死，就是非常有乐趣啊。其实两个人如果要是配合，你扔过来我扔过去，你扔过来我扔过去，也挺恶心的啊。没有音效确实受不了的，真的。好多游戏你要是没有那个音效，你都卡不住点儿。说白了，你玩，你就是有的地方挺难的。好，这一轮打完了之后，一会儿有小老虎啊，不要觉得这个小老虎好像那个多牛逼的样子。其实你要能一路打到这儿啊，基本上你打小老虎，就是你不要太嚣张啊，跟他莽着干，你点玩赖。你包括咱们玩格斗游戏，你也不可能说是对吧？一个劲儿莽着干，你觉得好像你跳过去跳重腿、重手、前倾手、接葵花，你就不可能的啊，没那么对吧？就像那个叶问说的啊，对吧？洪师傅啊，不要跟他拼拳啊，尝试切他中路，哎，没那么容易的啊，能晓得吧啊？还玩过 GB， 哎 ，GB 也有啊，就是我经常解说 GBA， 但是呢，这个 GB 呢解说的就太少了。GB 有好多游戏啊，不光说有这个拳皇，还有这个什么洛克人，哎呀，好多东西。但是呢，黑白嘛，你包括现在也能解说的，就平台现在就能看。但是呢，实在是有点儿这个黑白，其实黑白吧也还好。你像有的电影嘛。他特意就把它调成黑白的了，吧？有的电影特意把它调成黑白的了。然后呢，他明明可以彩色，他把它调成黑白了。比如说那叫什么辛德勒的名单呐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它里面还有彩色，就那个小女孩啊，小女孩是彩色。但是呢，这个还有什么呢？我记得咱们这个国产电影里也有啊，那个叫是大佛 Plus 吧，好像也是啊，它也有彩色啊。好，好，来看看这个地雷的图，其实最欢乐了，往地雷上扔，你看啊，捡起来，而且自己会往那个雷上撞。
啊，鬼子来了，鬼子来了，其实是被禁了啊。鬼子来了那个电影呢，被这个中国电影协会啊，还有这个很多就是被，就是你私自的，就是说拿去对吧参赛，然后就，反正总体来讲，大家伙能理解啊。那个电影呢，我看的很早，倒不是因为那个大哥大嫂过年好啊，但是那个电影呢，抛开这个咱们有些隐晦的东西不谈啊，那个电影本身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啊。是吧？这个太讽刺了啊，太讽刺了，就是他讲述当事人的麻木啊，这种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这很快，哎，这非常快，俩人又开始爆榜，这哥俩挺好啊，哥俩好，哎，好，接下来看看，这又是为了哎，又是机关了，你看这个桥呢是对吧？这个阶段性桥，它会慢慢的消失，然后再铺满，各种不控制啊！好，哎呦我直接占领高地啊，占领制高地，这个是真的有点赖啊！占领制高地，好。这确实是赖啊！这个，其实一会儿我还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的三国啊，那个三国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那是什么呢？那个三国是，跟大家伙讲，就是那个，绿蓝大神最新做的那个 TAS， 真的好看啊！就是赵云速通，他用了25分钟左右速通。你要知道。对吧？现在最快的魔张飞简单难度速通啊，也是用了27分钟啊。上面又在玩赖了，像这种利用地图不是玩赖的问题啊。哎，互坑了，开始互坑了。好，直接追地，举起来，直接摔死。哎，还剩残血不死，其实随便玩了，属于是啊。如果说是这个想通关很快啊，这为什么嘴要张这么大呢？你看这个好，小老虎不装逼了啊！这回小老虎不装逼了，看来不出手不行了。合金3有啊，我可以先解说合金3，而且合金3速通，人脑的速通记录还是那个涂山小兰啊！来看一下。他俩8啊，快进了啊！为什么快进呢？因为你看赛前他们要8，你看，哎，对吧？开始嘴炮，就跟那个咱们开那个拳坛发布会一样啊，对吧？就是那个拳坛，就是比如说啊，比如说那个，我记得远古时期有一个拳坛介绍人叫唐金啊，介绍什么泰森啊，什么霍利菲尔德啥的啊，就打，哎，然后赛前有这个新闻发布会，两个人称重。然后面对面对视，还要说就是说几句话，比如说我要给他，对吧？我要给他干趴下，他说就他什么这那的，对啊，就是人脑8难不进速通。哎，你赶的正好，我跟你说，怀旧哥，你来的早不如来的巧，来的巧不如碰见大嫂啊，哎，就这个意思啊，正好赶上了啊。好。是狠啊，直接就踹死这小老虎，这个逼装的直接秒一个啊！好，开始扔。哎，你看这小老虎确实挺厉害啊！小老虎全快啊！小老虎就是无影手，属于是。这个最狠的，抓住人，把人直接扔过去。你说飞过去也行。是这个人扔过去的时候自己跑过去，你说咋整的啊？好，你看，虽然说集火秒掉了一个小老虎，但这个老虎它好像是在玩啊。你看一起身，你看这老虎多赖，老虎老赖了啊。不过这老虎是个戴面具的啊，大家伙不要以为就真的是老虎啊。虎爪、猫爪啊，虎爪啊。
啊，追地，哎，这是真追地，兄弟们，真正的格斗，对吧？这没有裁判，对吧？给人打倒了还能，对吧？继续起来干。这我想说，真正如果给人打倒了，你就大伙儿玩过那个摔跤，什么古典式摔跤啥的，对吧？你给人直接翻过来，我操，那不就输了吗？啊，好，直接 KO 了。所以最后一关呢，确实比普通人稍微好难打一点点，但是又没多少。你看脱了之后，就是这俩人，也是《热血物语》里面的这个角色，那都是热血里的角色啊，叫啥我还忘了啊，那得玩中文版啊，得玩中文版。好 ，OK 啊，这就是简简单单的啊。其实这个通关你如果这么看的话，你们也能通，因为他没有说所谓的那种一招鲜啊，就是用一些正常的拳脚，然后投技，利用地形啊。最后一关呢，也就这么回事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收听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